我們來看到中美科技戰，這個 DeepSeek 現在說要撕裂 QDA， 也就是輝達的這個 QDA 的護城河，能不能做到？今天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。那同時呢，華為的昇騰950在現在全面反攻，而且呢，許多的科技大廠已經正式的向它下單，包括了騰訊、阿里等等。中國大陸 AI 現在要全面的去美化，到底進度發展如何？今天就這些議題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我們趕快看到的是 DeepSeek。這一款DeepSeek V4呢，在上周的時候是終於正式的亮相，是立刻的震撼了 AI 圈，因為呢，它代表不是只是跑在中國的晶片上面，而是呢從一開始就為中國的晶片而生。重點是来了，它是綁定華為的昇騰系統的。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，在綁定了之後，我們就代表說，美國的過去策略呢，用這種限制啊、封鎖就已經失效了。過去卡住中國大陸的 AI 命脈，包括從這個晶片 A100、H100、H20到 H200，大家還記得嗎？一路的做封鎖。那現在呢，我們來看到有 DeepSeek的 V4 這一款發布之後，中國大陸的 AI 就明顯的出現了轉向。那麼呢，現在是全面的，我們來看到科技巨頭，大陸的科技巨頭全面的轉向華為昇騰950 PR 來下單了，包括知名的字節跳動、騰訊到阿里巴巴等等。那華為昇騰950PR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？我們也稍微看一下哦，包括它可以支援這種低精度、高密度的運算，性能是 H20的2.8倍，而且成本更低。模型它可以以模型的深度協同做設計等等。雖然它是略遜於 H200的，但是是符合現在大陸各種環境上面的需求。那現在其實更讓黃仁勳害怕的就是，它是正面等於破壞了 QDA 它20年來長期建立的這個霸權。過去靠軟體封死這個硬體的霸權，等於是完全被這個壟斷，等於是完全被打破了。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楊老師怎麼看了這個昇騰，剛剛提到950 PR 今年規劃出貨量達到75萬顆，那美國則是 H200一顆都賣不出去，代表中國大陸的 AI 算力已經可以自己支撐起自己的需求嗎？老師怎麼看？我們現在看到 DeepSeek V4 出來之後，一般大家的這個比較是認為它已經跟 ChatGPT 的4.5版，然後呢 Cloud 的3.7版其實是接近的，所以也就是說在效能上，在算力上其實已經不差西方的最新的。那更重要的是 DeepSeek V4 它出來只讓華為跟寒武紀做測試，也就是過去其實像這種大模型出來，一定是先給這個 NVIDIA 去做測試，因為大家都在用 NVIDIA 的芯片呢，所以當然 NVIDIA 測試之後呢，才會知道它的效能結果。結果 V4 出來呢，它讓華為的昇騰，它讓寒武紀去做測試，而且主要是華為。所以這個第二點就表示什麼？就未來你用一個跟國際這個匹配的 DeepSeek V4，你所需要用到的芯片，已經不需要用到 NVIDIA， 而是華為就可以了。這代表整個中國的這 AI 上面的晶片，它走這樣自主之路了。那第三個呢，就是它所使用的華為 CAN 系統，而不是 NVIDIA 的 CUDA。所以你整個架構又不一樣，所以從模型到晶片到架構，它就完全中國化了，而且自己的內部的產品，它內部的這些就是支持，那更不要說所有的 AI 最重要的，我們剛剛講的第4點，那就是電力，對不對？所以整個中國這當然是最強的，在這個電力上面。那這個其次之外，所以 DeepSeek 出來之後啊。當然，昇騰這個950 PR 它規劃出貨為什麼75萬顆？它就是配合了現在不止 DeepSeek， 其他的就是一些中國大陸的大模型也開始採取這麼做。那也就是說，它代表的是中國自己從芯片到模型到整個架構完全自主化。那它的算力又不比國際上的差，而最重要一點，它開源。它開源的情況之下呢，它其實不止在中國，在世界其他地方，你就用它的架構，用它的模型跟華為的芯片來調製成適合你需要的 AI 的需求，這都做得到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看我每次都講個最重要，
越講越重要。它便宜，它大概只是就是它每個 token， 它用不管是 Pro 版還是 Flash 版哈，它尤其那個 Flash 版，只是就是 ChatGPT 的1%的價格。所以你既開源又便宜。然後呢，你又可以避開美國的這個掌控，不只是在中國大陸，在全世界，它現在都打得開它的市場。那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將軍怎麼看，有沒有可能來超越在美國目前的發展？我們之前一直很懷疑哈，這個原來中國一直要買 H20的這款NVIDIA 的 H20這款晶片哈，但那時候美國不賣。對。後來黄仁勳經過運作，他要賣，不但要賣，還說要賣 H200更高階的晶片，但是變成中國不買。我們就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中國變要賣給你更好的晶片，你不買？現在答案出來了哈。DeepSeek 它在4月24號的時候才開始上架，但一上架，黃仁勳就出來講，這個真的是很緊張。為什麼很緊張？因為 DeepSeek 所有用的晶片，它不是 NVIDIA 系列的晶片，它是升騰的950的这種系列的晶片哈。那他們也經過研究，發現950的這種系統的晶片來講的話，它當然效能平常講，那還沒有 H200好，那更不要講 Blackwell 那個等級的了哈。可是它比原來要買的 H20要好很多。但是關鍵在什麼地方？就是說我夠用了，對不對？對我來講，我如果說要使用者來講的話，我可以使用的更便宜哈。就是我使用者來講，我用每一個token 來講的话，可以比較便宜，而且我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的計算性能，這是第一個哈，這是我成本的考量。那第二個來講的話，我覺得就是你現在不是一個芯片好壞的問題，而是你整體的系統的一個架構彼此之間能不能夠配合。我舉一個我們軍中的例子，譬如說印巴空戰的時候，這個巴基斯坦，你說它的這種殲10C戰機有沒有印度的這個就壞象戰機哈要好的？我覺得這還是有點落差了哈。一個是4代戰機，一個是4代半的戰機哈。可是為什麼巴基斯坦可以打贏？因為它是整體化的空戰系統，它除了戰機本身之外，它還有地面的雷達，還有預警機哈。整體來講的話，構成一個整體化的空戰系統。最主要的是它的霹靂15導彈。那反觀這個印度的空軍來講，它是單打獨鬥的。那晶片也是這種道理。我雖然說我這款晶片這個950這個 PR 還不見得比 H200好，可是我整個系統架構在一起的話，我可能優化於你，尤其是說它採取的是開源系統哈，那你可以各企業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做相關的規劃。所以說為什麼這款晶片哈，這個這就是這個950 PR 晶片一出來以後，在 DeepSeek 這個 V4一上架之後，大家發現它功能之後，包括到中國日節跳動、騰訊、阿里巴巴3大網絡的這個公司哈，都趕快去問定價，就要搶買這種系統。我覺得這也是中國有這個底氣哈，不跟這個美國 NVIDIA 再買晶片。所以說我跟你講哈，黃仁勳這時候真的是非常的緊張。好，所以大陸這一次不只是打一個晶片戰而已，包括整個系統架構啊，到它是整個開源的体系。那這個 Ken 就是這個華為的這個系統，到底說要多久才有可能取代輝達的 Q 達？這個也是一個問題，因為 Q 達存在的霸權已經20年了，有沒有可能打破？那賴老師又怎麼看？華為沒有要打破，也沒有要取代因為 Q 達已經20年的一個架構。本來黃仁勳他們花了20年，因為之前的 AI 也並沒有說到像現在這樣子，幾乎每個人都在討論，每個人都在使用，幾乎沒有。之前還有很多基金，很多人都在懷疑說 AI 到底有沒有未來啊？那當時的結構是這樣，所以他花了20年，好像建立了一個世界，這個體系就是他的體系，因為在這個Q 達的系統內，他做了一個架構，所有人都在這個架構內來寫這個 AI 的程式等等。但是現在的中國的做法，你看短短1-2年內，就把黃仁勳所用20年所建立起來的這個架構把它撕開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大陸的做法很簡單，華為它是採用這種低價格的方法。那也就是說，你不需要花那麼多的錢，你不用進入這個 Q 達系統。你用我的 Ken 系統就可以，然後我的價格很便宜，所以他用價格來引導很多的工程師、技術師，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系統不是我們一般的消費者所使用的，是工程師、技術師所使用的。他把這一些工程師跟技術師說，你尤其是
那些財力不是很雄厚的啊，那你或者很多小的公司、中型的公司說你們都可以不用走這個路，你可以走這條路走。那這個部分裡面，他幫你解決問題了，所以他們可以從 CAN 的系統裡面來。另外一個地方就在於，你黃仁勳所建立起來的這個系統，我們從底層裡面來撈，那所以它等於是從底層的語言系統裡面的結構繞開了。這一繞開，我們看到，那就是很多人他是不需要被黃仁勳綁在一個閉源的系統裡面，他可以走入開源的系統，因為它跟 DeepSeek 已經結合在一起了。我覺得這是他的第二個一個策略啊。那這樣的一個大戰略就使他占有一個優勢了。為什麼？因為黃仁勳所建構起來的這個物理的東西，也就是說它的極限已經越來越接近了。那也就是說，在硬體這個部分，它能夠在釋放出在產生的功能，事實上慢慢的在萎縮的情形下，我們看到軟件的功能在擴大了，也就是軟體的 AI 的軟體的功能在擴大的情形下，事實上現在所提供出來的越来越多的服務，都繞開的這個 CUDA 的這個語言架構，開始走別的指令架構的時候，那我覺得情況已經開始產生變化。現在大家所發現的就是說，開源的結構比閉源的好。那所以越來越多歐洲、亞洲很多工程師不走閉源的，走開源的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就是 DeepSeek 它所提供的服務是我很短的時间內一直更新版本，現在已經到8.0了，那還得了啊？那你美國的慢，我那個中國的快，那大家為什麼要走你閉源的，而且還要慢？大家走開源的，而且還要快，那最後當然就是價格取勝嘛。所以我個人覺得這條戰爭的路其實態勢已經出來了。美國不再具有優勢了。黃仁勳再不趕快攻進中國大陸市場，他的市場也會被取代。好，謝謝賴老師。那我們休息一下，馬上回來。地緣政治、內中之爭、戰略價值、強權崛起、小國生存，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，掌握世界脈動，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。